最近这两天，中国开始出口052D 驱逐舰的消息引起全球军事界的关注。其实，中国要出口052D 已经不是特别新的新闻了。早在去年珠海航展上，我国就公布了国产的大直径垂发单元以及配套的多型号垂发导弹，组成武器系统进行对外销售的外贸版本。央视还同期发布了052D 外贸型驱逐舰 CJ 模型。这些消息加在一起，综合来看，当时就已经有人觉得052D 出口那是板上钉钉，就差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出来交易成功了。到了刚刚开幕的本次阿布扎比防务展，052D 正式推出外贸版的消息算是官宣落实。首先是巴基斯坦参加完联合军演的我国海军052D 南昌舰，在演习结束之后立刻启程奔赴阿布扎比参加防展，并开放上舰展示。与此同时，中国军工在阿布扎比防务展的室内展示环节也一并摆出了052大驱等比例模型和配套宣传 CJ。简单来说，客户看到模型就觉得满意，想深入了解，那你就直接去港口参观现役的052D 南宁舰即可。中国作为卖家的一条龙贴心到家服务，不怕客户不满意不好评。另一方面，如此高规格力度的出口项目，在过去以往的我国外贸产品中还是非常少见的，从侧面展示出了中国军工对此次052大驱出口的重视程度。那问题来了，既然咱们如此重视这个出口项目，把真家伙都开过去以供参观了，那么有没有很大概率购买的潜在客户呢？具体来说，是否存在多个潜在客户呢？这两个问题不只是国内军迷关心，咱们的友好邻邦俄罗斯那边的军事专家也开始分析了起来。俄罗斯防务杂志经评述刊载的分析文章表示，就目前的市场行情和国际形势来看，中国的052D 驱逐舰潜在客户有两个，其一是中国外贸出口武器老客户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现在的阿尔及利亚可以说是腰缠万贯的土豪大客户，因为俄乌冲突导致2022年全球石油价格飞涨的原因，作为石油出口国的阿尔及利亚狠狠地赚了一大笔钱，并且阿尔及利亚在军事防务上也有了新动作。为了应对北约带来的威胁，决定大幅度增加国防开支。目前已知的是，阿尔及利亚的军事采购计划已经翻了一番。这多出来的1倍军事采购支出将会用来买什么武器？目前来说没有一个明确计划，但外界分析认为，阿尔及利亚作为中国武器的老客户，近年来已经陆续采购了 PLZ-45自行火炮、翼龙2无人机、S-25远程火箭炮和鹰击12超音速重型反舰导弹等多款先进武器。在整体军事实力不算强、有实力竞争对手不多的非洲，这些先进的中国武器令阿尔及利亚的国防实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已经迈入非洲军事强国之列。而现如今，阿尔及利亚正筹备一支强大海军，目标直指拥有区域防空及远程反舰能力的大型综合水面作战舰艇。考虑到阿尔及利亚的另一个武器采购国，也就是俄罗斯的造船业和水面舰艇发展实在提不上串，阿尔及利亚的最优选择也就只剩下中国军工刚刚推出的052D 外贸型驱逐舰。一旦阿尔及利亚获得这款先进的大型主力舰，那么毫无疑问，其周边可能面对的潜在对手，甚至是欧洲海军的主力舰，都无法对阿尔及利亚产生优势。毕竟现在的欧洲海军早就不是日不落、法兰西、德意志3家争雄的那个辉煌年代了，造个7、8千吨的驱逐舰，结果火力和综合实力约等于中国建造的护卫舰。遇到052D 本身就是重武装设计的主力驱逐舰，欧洲海军那片驱逐舰还真得往边上稍稍，更不用说非洲其他国家的海军舰艇了，在052D 面前根本不够看。除了阿尔及利亚，另一个可能购买的潜在客户，大家也很熟悉，就是咱的北方邻居俄罗斯。撰写文章的俄罗斯军事专家认为，俄海军自打苏联解体以来就没有添加过任何新的大型水面战舰，并且已经失去了建造大型战舰的能力。过去继承自苏联的大型战舰越发老旧，已经难以适应现代海军需要。现在海军内部对拥有新锐大型水面作战舰艇的呼声那是越来越高，甚至还有俄高官称应当从中国购买航母。俄专家认为，长远来看，俄罗斯需要恢复自身因苏联解体而缺失破碎的大型战舰建造能力，但这需要时间。而俄海军那些已经破旧不开的老 A 船却等不起，所以俄罗斯恢复大型战舰建造能力之前，从中国购买052D 不失为一个过渡方案和权宜之计，至少能解决俄罗斯海军眼下只有小船可用的燃眉之急。
当然，考虑到俄罗斯的发展需求和现实因素，以及中俄两国友好关系正处于历史最高点，大有合作可为的情况。俄罗斯专家认为，俄海军可以向中国军工提出需求，建造一艘拥有俄罗斯海军数据化、信息化、自动化指挥模式，能兼容发射俄制导弹的深度定制化的俄版052D。再加上中国的传感器和电子产品性能远超俄罗斯，能大幅度提升战舰综合作战性能，最终实际建造出来的俄版052D必然能让俄海军满意。并且以中国的造舰速度，只要钱到位，俄罗斯海军能在很短时间内就能拿到数量上足以建造一个驱逐舰支队的俄版052D不但战力得到增强，中国军舰的使用维护成本相较于老旧不堪、整天需要进厂维修、缝缝补补凑合用的苏联战舰来说，也要强很多。以当下的眼光来看，有可能买军舰的花销是有点高，但如果是以一艘军舰的全寿命使用周期成本来看，那么反而是给俄海军省下了一大笔钱确实得说俄罗斯专家的分析有道理，俄罗斯海军也确实非常需要052D这样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但不管是阿尔及利亚还是俄罗斯，有需求归有需求军舰好归军舰好，最后实际买不买还牵扯到很多复杂因素，所以最终到底是哪个国家先采购052D，谁第一个吃螃蟹站起，我们还是先拭目以待。